现在包口的一圈包边呢，我都包好了哈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提手。那我在提手上呢已经烫上了无纺衬。那烫无纺衬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这个包边的鞋料失去弹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今天啊，我给您带来的是这样子的一款包。这款包非常的有意思，它是两面背的。我背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哈。它这面呢是浅色的。现在呢，我把它翻到了另一面哈，这面呢是深色的。那这样子的包呢，咱们配深色的衣服或者浅色的衣服呢，都很合适。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看看它的制作过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包的图纸哈，这个是前后偏1/2的图纸。我们画一个长方形，宽度呢22厘米，高度呢31厘米。然后根据这些数据，我们定位这几个点。定位好点以后呢，我们用线条根据图纸把它连起来哈。这个呢是侧边和底部的图纸，它是一整片哈，这儿是对折线。那它的宽度呢12厘米，高度呢是37厘米，这儿呢咱们也是需要定位点的。那根据图纸呢，我把材料给裁好了哈。我的一面呢是这样子的格子的，这是前片、后片，然后加侧边，它们是一块面料哈，棉麻的。这个呢是做一个拼色，那前片、后片也加一个侧边。咱们包呢还需要2米长的4厘米宽的包边带。那这个包边带啊，它包含了包边带和提手部分哈。这个呢是一个无纺衬，那无纺衬呢我们会用在提手部分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把侧边和前后片组合在一起哈。这条线呢是侧边的中心线，我们离中心线两边12厘米画一个标记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侧边的这个点和前片的这个点对齐哈，然后往下车，那一直呢车到我们刚才做的标记点的位置，这儿哈。接下来呢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呢对准这儿也是往下车，那车呢也是车到了刚才我们做标记的这个位置。现在我把这2条线呢车好了，我呢都车到了标记线这儿哈。车好以后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材料啊，侧边呢短这条边，那前片这儿呢长出那么多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车这条边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需要边车，这个前片上是边要收褶子的。在这儿提醒大家，我们的2个中心点啊，车的时候也是要对齐的。现在抽褶子的这个边呢，我也车好了，这边是抽褶子的哈，这边是没有抽褶子的，它是平的。我们来翻到正面看看效果哈。那这个包的正面两侧这儿呢是平的啊，褶子呢只在底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侧边和前后片呢全部都组合好。现在2份主体材料呢我都组合好了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材料反面和反面相对哈，把它搁进去。搁齐以后呢，我们从2米的包边带当中呢剪出2根23厘米的包边带哈，然后我们用包边带把这儿的 V 型给包上。那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哈。现在2个 V 字口呢包边包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剩余的包边带哈，从侧边的这个中心点开始包。那包到这儿以后，我们留出50厘米是作为提手的哈，然后接着往下包。那把这边的这个侧边呢也包上。那包到这儿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留出50厘米。那我们把一圈全都给包好。现在包口的一圈包边呢，我都包好了哈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提手。那我在提手上呢已经烫上了无纺衬。那烫无纺衬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让这个包边的鞋料失去弹性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材料这样子两边向里折，然后再进行一个对折。对折好以后，我们把这2边各侧一道窄边。那另外一边提手呢也是一样的哈。现在呢，我把包带车好了，那咱们整个包啊就制作完成了。如果您做这个包的时候呢，建议您一面用深色的面料，一面呢用浅色的面料，这样子双面包的功能呢就更能体现了。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在我的视频中，记得帮我点赞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